博天界自从博天道回来之后，也不知受了什么刺激，也不与族人说话，直接开始闭关修炼。此刻的一众博天族强者神色皆是凝重无比，还有一些恐惧。博天族那么多顶级强者前去观选宇宙，然而回来的却只有族长一个，他们并没有去观选宇宙，因此并不知道当日的事情。而博天道回来之后，也没有与博天族族人说起当日发生的具体事情，因此一众博天族强者都认为当日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惊天大战。真宇宙可有对观选宇宙出手？当日真宇宙并未对观选宇宙出手，在我们的人出手之后，他们便立即撤军了。被坑了。刚得到消息，那夜官好像前往乱星界了。他去乱星界做什么？这不知。他一个人去？好像还跟着一位素裙女子。就一位素裙女子？是的。确定就跟着一位素裙女子，没有别人？确定，这次他身边就跟着那位素裙女子，而之前一直跟着他的那位观选宇宙武神以及一些顶级强者，都已经前往虚真战场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此话怎讲？你试想，此次我博天族在观选宇宙遭受重创，这种情况下，观选宇宙定不会想到我们竟然还敢再来一次，因此我决定，我们再来一次突袭。大长老，我觉得此事有些不正常，要不要先等族长出关之后，由族长来定夺？等什么？这对我博天族而言，实乃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若是错过，一旦那夜官回到观选宇宙，那时要杀他，简直难如登天。博天烈，你可是怕了？我只是觉得此事干系重大，我们应该等族长出关。哼，族长现在在闭关修炼，岂能打扰？而且族长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以他的性格，若是得知此次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他肯定第一个举双手赞成。博天烈呀，你想想，那夜官就2个人，而那素裙女子就算是再强，最多也不过就是一位岁月大帝而已。就算我高估他一下，当他是一位命运大帝，那又如何？我们现如今还有2位命运大帝，加上我等，要杀他，还不是跟杀鸡一样？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，毕竟只有那2人。夜官虽然天赋妖孽，但其毕竟年轻，不可能是我们对手。至于那素裙女子，我来对付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走。前辈，什么是乱星界？这乱星界比那博天界的边界还要特殊，在这里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劫，比如原本只有达到岁月大帝才会出现的3灾3劫，但在这乱星界内却是无处不在。不仅如此，还有那非常可怕的命劫，但在这里面却也会经常出现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地方很特殊，据我所知，这个地方是神道文明之前的文明，也就是神道文明的上一个文明。不过后来他们与大道比主人的神道一脉大战时，被神道一脉击败，然后逃到了这个地方，并且建立了各种恐怖的劫阵。一开始时他们还能够控制这些劫阵，到后来不知何原因，这个地方的劫阵失控了。失控？是的，自从失控后，这个地方就开始变态了，各种劫不受控制，开始乱来，而能够在这种劫下活下来的，真的都很变态。当年远征军之所以无法征服这里，就是因为这些劫。有这方面的原因，因为进入其中，即使是强如远征军，也是有些难以适应那些劫。当然，除此之外，这里活下来的强者也是极强，是真的很强。因为他们从小便生存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中，能够从这环境之中活下来者，无一不是狠人中的狠人。
他们难道就没曾想过离开那里面吗？他们自然是想过的。曾经他们有组织强者杀出来过，不过在外面他们就没有了在里面的那种地理优势，因此每一次都被远征军打了回去。真宇宙有评估过，若是没有那地理优势，这乱星界打不过真宇宙。真宇宙？叶关沉默不语。其实就目前而言，公谷他们这几人若是不出手，官选宇宙也是打不过真宇宙的。你父亲让你来此历练，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。在这里，你肯定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。叶关点头，对于这乱星界，他也是有些期待。走吧。这博天族可是疯了，居然还来！你等去杀了那夜官，切记莫要留手，一起上。至于这女人，我来对付。哼哼，我要让她见识一下什么叫大地。说着，他朝前踏出一步，气势滔天，怒指素裙女子：“女人，你可敢与本地一战？”这怎么可能？你家在何处？指个方向。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。姑姑那边。博天却一脸震惊。素裙女子没有任何废话，而是一定，轻轻一引，夜关体内行道剑忽然间飞出。博天剑。这一日还在闭关的博天道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，突然他猛然抬头，下一刻他脸色巨变，想也不想，直接身形一闪，逃离博天剑。而就在他逃下那一瞬间，一柄剑突然笔直落下，瞬息间整个博天剑直接被抹除，一剑便是一剑。博天道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整个人都傻了呀，博天剑没了，他脑子嗡嗡的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老者突然出现在博天道身旁，此人正是那没有跟着博天阙去的博天烈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博天烈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将博天阙去追杀夜关和素裙女子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当听到博天阙竟然去追杀那素裙女子时，博天道再也忍不住了。操他祖宗，这个蠢货！博天烈犹豫了一下，很想提醒，你就是他祖宗啊。哎呀，但想想还是算了，现在这族长正在气头上，还是不要去招惹为好，以免被拿来出气。博天道此刻气得脸都红了，他没有想到在他闭关时，这个博天阙竟然带着博天族剩余的强者去追杀那夜关，这是疯了吗？蠢货！博天道忍不住再次怒吼怒骂，他气得蛋都差点爆裂了。虽然之前在官宣宇宙折了那么多族人，但是还不至于灭族，博天族猥琐发育一下，还是可以慢慢的恢复元气的。而现在倒好，这博天阙竟然带着自己所有族人去团灭，妈的，自己怎么会生出这么蠢的后人呢？族长，现在该如何？还有族人吗？之前在外历练的小一辈还在，不过并不多。带他们重新寻找一个地方，隐姓埋名，好好发展。明白。这一次转世之后，我怎么感觉自己变得像弟弟了？看来得猥琐发育了。姐姐，这应该就是那先辈们常说的神道宇宙。不清楚，立即通知族人。暂且等等，我们去四周看看，了解一下这片宇宙，不然族人贸然过来，恐有祸事。哼，我们詹台族需要怕谁啊？已与你说过多次，万事不可生轻视之心，你怎么还是不听？好好好，都听姐姐你的。你想，有人既然能够打碎这宇宙边界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对方的实力肯定是极其恐怖的。要知道，我们詹台族先祖当年倾尽全力可都做不到。闻言，青衣女子神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。走，我们去到处逛逛。真宇宙真神殿内，左相和武相相对而坐，两人此刻脸色皆是无比的凝重啊。博天界没了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自然不可能瞒得住真宇宙的。在南州时，博天道带着上百位博天族强者
在叶府门前被一位素裙女子一剑斩杀，而这一次灭那博天界者，也是这位素裙女子。我们低估了观玄宇宙的实力，也低估了这素裙女子的实力。3000万年前，人间剑主与我们下面的人大战时，这素裙女子也在，不过当时她并未出手，因此我们对她的实力一无所知。未曾想到，此人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强。他当年不出手，应该是为了让那人间剑主破心中之神。这观玄宇宙的实力已经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。此事，我得去通报真神。乱星界光门前，素裙女子掌心摊开，行道剑飞回她的手中，她直接将行道剑收了起来。姑姑，这剑忘记了。说着，她又将行道剑递给叶关，叶关连忙收下。虽然不能依赖外物，但是这外物还是要有才行啊。至于用不用，那是他的事情。走。姑姑，那博天界没了。没了。叶关沉默，心中巨震。那柄剑却把博天界给灭了，靠谱啊！姑姑，我还知道真宇宙的方向。听到叶关的话，素裙女子明显为之一愣。体内，神秘女子说：“再这么下去，他真的要成靠山皇了。”我也觉得，这喊人好像会上瘾啊。知道为何挨打吗？我自己的事情应该我自己解决，不应该依赖姑姑。初见你时，我很喜欢你。那时的你虽然弱，但却有一颗真正的强者之心，遇事有勇有谋，不想依赖任何人，道心坚定。但如今你逐渐开始变得花里胡哨，也不再似曾经那般时刻能够看清自己，我颇为失望。叶关微微低头沉默。有些事情别人帮你解决的，与你自己解决的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姑姑，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，可是你是那么的强，我与你在一起，情不自禁就会产生一种我也无敌的感觉。真的，与你在一起，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看谁都是蝼蚁。其实这是怪姑姑的，怪姑姑太强了。最可怕的是，秦氏公姑一剑葬灭整个博天族，但我依旧感觉不到公姑到底有多强。姑姑，站在你的角度看我，我确实有些依赖之心。可你并不知道的是，站在我的角度看你，你是那么的强，如神一般。与你站在一起，谁又能不滋生依赖之心呢？一月，若是不能到大地，我就每天打你一顿。叶关表情僵住。此地乃乱星界，外人不得入内。远征军，姑姑，走吧。此地有几个看起来没那么弱的，我去打他们一顿，你自己玩。叶关看了一眼四周，这地方就是乱星界，似是感受到什么，他突然掌心摊开，然而行道剑却并未出现。叶关愣住，叶关又连忙催动道印和自然神术，然而两者皆是没有任何反应。这时小塔说：“别看了，你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封印了，包括我。”说着，他似是察觉到不对劲，连忙又说：“说错了，我不是东西。”小塔，你可真是一个大聪明。所有东西都被封印了。叶关摇头一笑，不用想，这肯定是姑姑做的。在这里，他没有任何外物，也没有任何人的帮忙。他不再是人间剑主的儿子，也不再是观玄宇宙的王，他就是叶关。辟劫石，辟劫石，此物在此地极其珍贵，属于无价之宝。怎么说？此地到处都是各种劫，即使是大地强者在外行走，也得小心翼翼，
生怕被某些结盯上，然后时不时来一下。但若是有这避劫石，那便可以避免这种情况，因为此石可以帮人避劫。原来如此。此时还有一个用处，那便是可以去一些特殊的地界。据我所知，神道文明之前的文明败退至这里后，他们的许多宗门势力便是霸占了这乱星界的许多好地方，于是他们与这本土的势力又发生了大战，最终许多宗门陨落，而那些宗门大族所在的地方也因为各种劫的原因成为了禁地。有了这避劫石，你便可去一些特殊的地方，甚至可以见见神道文明之前的一些文明势力。前辈可曾见过神道文明之前的文明？未曾见过。我之所以知道这些，还是因为当年真宇宙与这个地方大战过，我们做了一些调查。这个地方的整体实力肯定是不如真宇宙的，不过也不弱，特别是一些自神道文明之前就一直存在的文明势力，底蕴更是深不可测。神道文明之前的文明叫什么呀？永生文明。永生文明？是的，据说在那个时代，万物万灵修炼到极致皆可永生，而大道比主人却觉得，若是万物万灵都可永生，那最后所有宇宙都承受不住万物万灵的掠夺，然后崩灭。因此他创造轮回，给所有生灵都画上一个寿命界限，也是自大道比主人开始，万物万灵都不再永生，最终都会尘归尘，土归土。于是他们双方就打起来了。是的，双方理念不同，于是就打了起来，而结果你也看到了，最终大道比主人胜出，永生文明被驱逐至此。大道比主人为何不赶尽杀绝啊？谁知道呢？这位公子也是来探这上清秘境？来看看。地仙境？是的。地仙境来这里？我只是来此看看的，并无进去之意。这位公子，你实力太低，实不该来此。莫说进入那山谷秘境，就是遇到一些心存恶念的人，也是危险无比。速速离去吧。多谢姑娘提醒。姐，此人自不量力，地仙境就敢来此，你提醒他做什么？提醒一下能损失什么吗？一个不能清楚认识自己的人，你现在提醒他，能救他一时，但以后他也会死在别处。那少年走到这里，或许只是一个意外，不然以他的实力，断然不会来此冒险的。因此我才会出言提醒一下。若是他愿意听，那自然好；可若是不愿意听，那也没有办法。若是我才不愿意提醒他，反正又没有好处。只是一件极小的事情，求什么好处呢？你这性格可不好，出门在外做人莫要太过刻薄，善言结善果，恶言结恶果。做人太过刻薄自私，难免会沾染恶果，给自己招来大祸。
是已经失传已久的傀儡术，我也曾只在古籍中见到过，未曾想到世间真有此等恐怖的修炼之法。这傀儡的实力已经达到半步大地的水准，你可以好好在这个乱星界发展一下。若是你能够将曾经永生文明的所有武道文明都收入囊中，那就更好了。姑娘，此傀儡太强，你先退到一旁，以免伤到我来对付。这位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姑娘，这家伙力量骇人，我二人不是其对手，先撤。阿姐，还有我啊！你怎么把我忘了？阿姐，还有我啊！你怎么把我忘了？听到白衣男子的话，女子顿时回过神来，差点把这亲弟弟给忘了。她连忙转头看去，好在他们三人已经跑出数千丈之远。那傀儡并未继续追赶，而是退回远处一座大殿的门前。三人皆是松了一口气。姑娘，给。谢谢。我呢？我没有吗？囊中羞涩，丹药不多，还请见谅。听到叶关的话，白衣男子嘴角微抽，他瞪了一眼叶关，而叶关则直接无视他，然后盘坐下来开始疗伤。这时云居女子突然拿出一个白玉瓶递给叶关面前。谢谢。我叫南宫雪，你呢？叶关。可是南极神州的大族叶族散修？是的。你居然是散修？是的。那你可真是厉害，作为一个散修，不靠父母，不靠家世背景，竟然修到这种程度，而且战力如此之强，当真是了不得啊。还好了。南宫雪抿嘴一笑，他打量着叶关，看着看着，一时间有些失神。姐，你不要这般盯着别人看。闻言，南宫雪脸颊顿时变红了起来。见到这一幕，白衣男子顿时有些无语。他又不是蠢货，如何看不出自己老姐对这个剑修少年有好感呢？姐，他只是一个散修。散修怎么了？你别装糊涂啊！我们南宫族作为当世大族，你我婚姻皆不由自己做主。你若是看上这家伙，不仅害你自己，更是害他。什么看上他？南宫云，你在说什么？说着，他抬手对南宫云脸上就是一拳，猝不及防之下，南宫云直接被轰飞至100丈开外。南宫云之间麻了呀。过了片刻之后，远处盘坐的叶关突然站了起来。此刻，他的伤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南宫雪姑娘，你们接下来有何打算呢？你呢？我想继续去试试。你有把握吗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过还是想试试。那我跟你一起。
叶关有些犹豫。你可是怕我连累你？怎会呢？南宫雪姑娘实力极强，我若与你打，也没有信心能够胜你。她倒是没有说假。眼前这女子是岁月仙境，实力很强。她与对方若是单打独斗，她并没有必胜的把握。那我们便一起吧。也好。说着，他看向远处南宫云。我自然是与你们一起。你回族去。南宫云愣住。你实力太弱，留在这里危险无比。姐，那你小心点啊，我先回族了。我们走吧。是你！还钱！赶紧还钱！还钱？还什么钱呢？叶关听的是一头雾水，自己可从未找他人借过钱呢，这什么鬼呀？还钱！快还钱！前辈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是不是姓叶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父亲是不是人间剑主叶璇？叶关彻底愣住，心中翻江倒海。眼前这人竟然认识自己老爹。我没有认错，还钱吧。前辈，你我素不相识，这还钱之事从何说起啊？男子掌心摊开，一张白纸出现在叶关面前。叶关定睛一看，顿时愣住了。纸签上面写着：今在此借宝物无数，而还。而还？我爹写的？是的，你看，还有血手印。叶关看了一眼那血手印，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来。当爹借东西，儿子来还，还可以这么玩的吗？这一刻，他突然间觉得爷爷当年放养的还不够彻底。还钱吧。前辈，天底下没有这般道理呀。你不会是想赖账吧？我爹借的呀。但是他让你来还，你是他儿子，这不假吧？常言道，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。所以你来还有什么问题？他借了多少啊？若是借的少，那就还了吧，毕竟是亲爹嘛。哼，不多，一共算下来，大概就几百亿灵元。什么？几百亿灵元？是的，除了几百亿灵元，还有无数的神物。叶关直接摇头，果断拒绝。这亲爹不要也罢。你想赖账？对于眼前这少年的爹，他是毫无办法，毕竟那是一个靠山王。但这少年可不同，这少年乳臭未干，他有10000种方法治，实在不行，强也不是不行啊。不对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之事，怎能说是抢呢？太爷，我若出全力，有几分把握能够胜他呀？太爷，我若出全力，有几分把握能够胜他呀？
10成。叶关顿时大喜，而这时小塔又说：“他10成。”叶关笑容凝固。哎，友情提醒一下啊，你与我说话，他听得见。叶关沉默不语，这下可就有些尴尬了。我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，你父亲当年从我这强行是从我这借走了无数的宝物与陵园，而他也写下借条，说自己儿子来还。你既是他的儿子，那自然是该你来还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没问题吧？前辈，你为何不直接找我爹还呢？我若是玩得过你爹，还需要来找你？借条上言明儿还，我自然是来找你，找你爹做甚？前辈说的有理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杨家人借的钱，我杨家人还。听到叶关突然改变态度，男子眼中闪过一抹诧异，心中暗暗戒备。面对这靠山王的后代，还得是小心些才行。我现在没钱，当然，我杨家人欠的钱绝不赖账。这样如何？我再给你写一张欠条，我父亲欠的钱我还不起，我让我儿子来还。你儿子在何处？还未生。你儿子在何处？还未生。放肆！你们还真不愧是父子，套路都是一样的。老爹借钱儿子还，儿子还不起孙子还，你搁这套娃呢？自己这老爹可真会玩啊！爹借钱花，儿子来还，这种灭绝人性的操作，竟然也能做得出来，简直离谱！我们也莫要在此浪费时间了。我知道，你杨家家大业大，你肯定是有钱的。你将钱还我，我立即离去，不许你麻烦。你觉得如何？前辈，我确实还不起啊。现在仙宝阁是你做主吧？叶关不说话，这家伙居然还知道仙宝阁。仙宝阁富可敌国，岂会还不起？前辈若非要我还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毕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前辈，我如今身上所有钱财都被人封印了，你若是能够帮我破掉此封印，我身上所有财物定当双手奉上。听到叶关的话，小塔顿时笑了起来。这小家伙开始玩阴招了。若是别人的封印，眼见这男子还真能破。毕竟对方在数千万年前便是这天地间少有的绝世强者，更别说对方还苟了这么久，现在的实力肯定是更加恐怖了。但是叶关体内的封印可是素裙女子留下的，去破素裙女子留下的封印，那无疑是老寿星上吊啊！你体内封印？正是。前辈，留下这个封印的人那是非常非常强的。你很强？是的。那你知道我有多强吗？多强啊？哈哈哈！当年你父亲在我面前，我单手可灭之。